好，国民党说总统16亿花去搞罢免，但是现在呢说一人1万块现金舍不得花，不给哦。那民进党民进党今天有发表说乱讲，没有，只花5、6亿，因为一个人2000万嘛，加上高虹安就25个，就5亿多了。但是没有算到823，还有一批嘞。对，他只算一批啊。而且万一有的话还要补选，那更贵了啊！希望没有，有的话就补选麻烦。那卢先生就说这个国民党这个选书就翻桌了所以民进党选书翻桌那现在呢火烧国会了所以民进党选书翻桌，火烧国会，所以呢赖清德是罢手吧就现在这风灾、水灾这么严重那另外呢，卢秀燕因为去跟韩国瑜啊、朱立伦到李彦秀那边去说赖清德不搞正事，专搞鸟事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了好，那么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民调因为民调快封关了罢免跟选举前10天不能再发表民调了，你不能引用不要有时候嘴巴讲根据民调罚钱所以现在忘掉民调，最后了封关。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做了民调说呢。蓝营必须要催出55%的投票率，否则就会被罢掉。什么意思第一个，你赞不赞成这个罢免那会不会去？那全国没有意思，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被罢的人嘛罢免区69.9%说会，然后呢这个26%说不会但是呢这里面到底是谁要去谁不去，就是所有的民调从开始到现在都一样了，赞成罢免的少于赞成不罢免的，不同意罢免比较多，就表示我就不懂，如果我是民进党的这个主政，我看到这个调查我就算了嘛，因为他们不是很相信民调吗？那民调做出来不赞成罢免、不同意罢免远比同意罢免多很多嘛，那他现在就要比投票率了。就是说没关系，你们这些家伙不同意罢免，你们不会去投票。我们这些同意罢免的，我们就会投票，因为我们恨你们把你们统统拉下来再比这个东西。但这个其实没有道理嘛你做民调其实就已经知道民意是怎样嘛，你要硬干所以呢，如果说考虑到投票率，那不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的这个就是没有考虑投票率的时候，不同意罢免是压过同意罢免，但是考虑投票率反过来因为你看昨天南投那个罢免民进党议员就看得出来，支持他都去投票了反对他的投票率不高。同样的，将来要罢免国民党委员的，哇，大家很兴奋，把你们罢掉，终于找到机会了给你们罢掉。然后呢，支持他们的就说，哎呀，我本来就反对罢免，我去干嘛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反正他当选都当选了，大概不会被罢掉吧？那这个时候投票率低就麻烦。现在就是比投票率了所以呢，现在呢说空情紧绷那20岁以上的台湾人48%不赞成罢免，42%赞成罢免。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看选区的话呢，不赞成的更多一点但是这只是参考你有没有去投票比较重要到底怎样那台北反罢稍微领先一点，4都5县，台北市呢这个43同意罢，4说不同意，很接近这在民调来讲是几乎是一样正负3%一样新北市50%不同意罢免，36%同意；桃园市50%不同意，35%同意；台中市4%不同意，33%同意。所以看起来你们这个台北最危险最危险等我这边说一下，你讲。对，我认为他的结论是对的，就说对蓝营来讲，提高投票率这件事情绝对是最重要、当前的最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做细腻的分析的时候，我就要问他，一共全国做1083个。误差很大了，那你分到每一个县市的时候，就剩下200-300人，你知道那个误差率就是5-6个百分点以上了。
那所以那5-6个百分点以上的这种参考性就其实很低很低了。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每一个选区，我相信自己都应该要做这个民调，但那个民调非常非常的贵，因为呢，比如说以台北市好了，那02，然后好，或者是打手机，你要找到那个选区，你中间要过滤掉好多，因为它不是说台北市而已啊，台北市的第1选区如何，第3选区如何，第3选区如何，第4选区、第5选区。你要细腻到这种程度，就我所知，那个民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能够做这样民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一次我认为就是一次赖清德的信任投票，理由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你现在是无差别的攻击嘛，那你无差别的攻击，其实跟个别的立法委员的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赖清德的支持者就觉得说，反正就要赖清德拥有极大的权力。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通通要在手上。监察权、考试权为他所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才觉得赖清德是可以好好做事的。所以，对于赖清德的支持者来讲，我相信他们的投票意愿是高的。所以，去年投票给赖清德的，我认为90%都会出来投票。那反过来。去年没有投票给赖清德，你说今年要跑过来说我要同意罢免，让赖清德有更多权利，我觉得那比例就很低。那这个时候，所以重心点就在于反对赖清德的人，我们要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要反对赖清德？最近为什么赖清德在救灾这件事情上面，大家都在盯着看，不是只是他本命区的问题，而是他的那个心态，导致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事，因为你只要去批评这一些人，然后赖清德就会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批评这些做事的人？”就他完全不能被批评。其结果是什么呢？我要问大家的是，国家的方向，你觉得是走向一条安全、和平，然后对台湾最好的一条路吗？你看汉光演习，你看他说要去杂质，你看到他在面对国际事务的时候的无知，他带领国家走向一条非常失败而危险的一条路。对我们来说极为危险，你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手上更危险。而第二个部分，在救灾这件事情，刚好考验他的能力。他凸显的就是无能啊，而且无能就推卸责任，无能又无知。你知道我去看了总统府公布了，就是那个手机那件事情啊，他全部的细腻的对话，载明说：“哎呀，我们电话不通啊，没有网络，没水没电啊，可不可以拜托啊？然后来接水接电，然后接这个网络电话啊。”他叫消防署长来回答。坦白说，我不知道网络通不通，居然跟消防署有关系。对呀，你当然应该是找中华、找 NCC、找中华。好 ，OK。那你可以说我回去会去联络他们，我去拜托台湾大哥大，去拜托远传，然后去拜托中华电信，派行动基地台来这边。就灾民比他懂，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请他们派行动基地台来？结果赖清德说啊，这个行动基地台没关。然后消防署长来回答，他能回答什么？消防署长就回答说：“啊，我的电话通啊。”那载明说：“我没有攻北次啊，我没有说谎，就是不通啊。”然后呢，总统这边就说郭国文的电话通，他要证明说有人通啊。那证明有人通又怎么样了呢？难道载明在跟你说谎吗？载明没有说谎。同样，载明在跟你反映说：“我不敢爬屋顶，因为我是老人家，我摔下来不得了。”这是事实啊。那你要爬屋顶，你也必须要有工具啊！现在的灾区不能够常备这些工具啊，救灾也没办法常备这么大量的救灾人力。所以为什么要国军？为什么国军的救灾办法当中明文规定，救灾的时候国军就是要出动？因为我们平常没办法具备这么大量的救灾能力，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就是要处理。那赖清德不管是讲说什么国军啊，不能够到，就不能全部依赖国军啦，然后叫这个灾民自己爬屋顶啦，然后呢，手机的这些事情都凸显出来，他已经距离基层很远很远，他在云端。他在云端做他的台独大梦，所以国家既走错了方向，然后又无能，难道我们不应该投下对赖清德的不信任票吗？好吧，我们刚刚讲民调啊，这个尤文龙这个民调是做了1083人了哈，我刚刚给他算一下，如果刚刚凤仪说加到地方可能只有200点，如果是200点的话呢，误差是正负7.2%了，对呀，就差很多了嘛啊，正负7.2%，那上下14%哈。哦，但不管怎么样，他讲的没错，就是投票率啦，就是基本上比投票率了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他这个民调也做了差不多有6-7%的绿营也没有要去投票。虽然投票率很还是，换句话我一直认为说这个可能现在都是叫蓝营出来投出很重要吧，但是也要跟绿营喊话。你们真的认为民进党这个大版本是对的吗？我相信你们在立法院很多民进党委员一定也私下也不同意啦，对不对？他是不敢讲啦，他这莫名其妙嘛，你这个有什么理由可以讲呢？你没有一个正当性去骂人家嘛，所以你根本你这些民进党的现在的这些民进党员，你们真的觉得说民进党这样要恢复用刑法100条科技免去办人是对的吗？真的认为说这样大罢免真的是对的吗？你们真的认为目前搞的这些去抹红人家国民党委员都是共产党，你们真的是这样认为吗？所以说，其实你们这个把在野党他们民众党的主席也给抓了，柯文哲现在还关在牢里面，国民党的十几个县市党部主委抓的抓，副主委抓的抓，然后这个什么总干事、组长等等书记长抓的抓，关的关。这个交保的交保，几百个人被搜索，几百个人这个被起诉，然后呢，这个上百人被羁押。你们民进党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你们当年早年的时候那些为民主奋斗人，他们真的主张这样子干吗？如果你们真的主张这对，你去投啊；如果你觉得不对，你就不去投就是了嘛。也是一个态度啊。你们真的认为是这样吗？你们自己想想看。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卢秀燕呢？蒋万安呢？这个侯友宜啊，张善政这些地方首长最近就是蛮动了，可能议会也结束了他们的会期那也快到了这个大罢免的时候他们也有责任母鸡要保护小鸡对他们这个选区的立委否则他们也很没面子了那这个蒋万安最近也动得很勤那首先到徐巧芯的场子，我们看一下。中华民国需要徐巧芯。小芯加油！句句戳中徐巧芯，蒋万安突然感性，让他眼泪掉不停。我们不能让勇士孤军奋战。我所知道的徐巧芯，其实遍体鳞伤，他是带着伤继续往前冲。被揭开内心深处的脆弱，徐巧芯压力大到泪崩。大罢免最后关头，国民党大咖统统出动，催票马拉松。赖清德总统最近却还说罢免是要去除杂质，这话好恐怖他的口气完全看不出他是受过自由民主观念洗礼的人。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今天是你透露的。就算是75岁生日当天，还是得替赖世宝声援，变成生日趴，好吧？生日趴在赖世宝那边，他这个昨天他生日，马英九。那这个徐巧芯做民调，在台北市5个，当然都危险啦。但是危险其中最危险的是徐巧芯。徐巧芯那所以呢，这个蒋万安为什么特别安慰他，也哭了表面看起来他还蛮坚强，其实内心有很多的创伤压力很大好吧，这个另外呢，回到这个我特别来讲一下，因为上礼拜6我们在战斗蓝在台中办活动嘛真的非常，我这边再三抱歉，我太多人进不去了。真的太多人，我6点开始进，5点半进来，6点开始讲话韩国瑜因为这个他6点10分要离开，所以他先讲。我5点45到的时候，我真的现场都快昏倒了，进不去那个场，我都进不去，满满的人在外面塞在外面都不好意思塞在外面都进不去那后来我出来以后还跟大家道歉，真的抱歉，害人家乘兴而来。那到了今天，我还接到很多朋友，甚至包括台朋友说，我们家人在台中都去了，就是进不去啊。很多人这样跟我讲，你那个助理朱主任，他家人在台中，他也进不去。朱主任也大地法院的主任也进不去这很抱歉但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怕下雨嘛，所以选了一个室内场，室内坐5000人位置那这个球场然后呢地上都塞满人6000、7000，还是进不去那当然有个对比，那天刚好罢团在台中有水安宫也办活动
哦，什么曹新成啊、八炯，反正这些都他们的精锐进出了，哦，然后我也很关心他们到多少人，1000个，哦，那中国时报也有登1000余，其实我们看那个照片判断大概就1000个了左右了，哦，那我们人比他多很多，所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公道自在人心，因为你抱团讲不这个道理嘛，你怎么动员？你说我们去罢他，对他也许私下投票会去罢你，这你叫他讲什么？讲来讲去那一套啊，他们什么中共代言人啊，习近平指使的啦，什么一大堆，稍微有点理智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而且他们如果真的是中共代言人在帮习近平讲话，抓起来了嘛，对，内乱外患罪，法律都可以办他嘛，你有证据就办人啊，你有证据吗？然后就每天给他戴帽子，只会搞这一套，没有别招都没有。哦，但是我讲主要是要现在对大家抱歉，进不去的朋友真的抱歉了哈，好吧？这个昨天台南不是南投罢这个唯一的罢民进党的一个议员啦，哦，就没罢成哦。我们看一下状况。乐高是我的家，我嘛一直拢在家。成功挺过罢免案，民进党南投县议员陈玉玲开心唱起自创曲，让旁边记者眼神都不知摆哪里。全台唯一罢绿，最终历经1小时开票后，同意票12160票，不同意票5867票，没有达到1/4的罢免门槛，罢免案确定失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所有爱护我长期以来支持我的乡亲朋友们，谢谢你们。陈玉玲早还亏受大罢免31-0的0，根本是自己名字的0，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而这回南投竹山鹿谷共57207人可以投票，要过关需要14000票，最终投音票仅差了2000票。罢免陈玉玲议员的票数已经是12000多，这也在显示出很多的民众希望总统跟我们的执政党可以真的好好的去检讨。他当选议员是5000票，但是罢免他要将近14000票到15000票，这当然是制度上的一个设计，议员确实是不容易被罢免。因罢绿失败，蓝军气氛有些低迷。只是下午投票时，罢免团队就指控民进党籍的竹山镇云林里里长李秋榜疑似干扰选民投票。罢团质疑李秋榜特别跑到车程需要半小时的投票所，到底有何目的之外，也认为里长威胁民众不要投票，在那里跟民众起争执，那既不是他的选区，这我也觉得蛮纳闷的，蛮奇怪的。但投票率只有30%，领前人认为跟天后路况也有关系，因为连他本人去投票时，甚至还一度受阻。南投49县道被路受倒塌影响，但如今事成定局，陈玉玲顺利保住位子。国民党直呼已尽全力，但这场被视为大罢免前哨战的选举没有拿下，就怕成为破口，影响2周后的726士气。好吧，南投为什么这个陈玉玲他还出来说哦得意？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当选的时候只有5000多票。哦，然后呢，要罢掉你的12000多票，哦，所以罢你的票已经比你当选票多了2倍半了，哦，那但是呢，不同意罢免他也有5000票，跟他当选票差不多。换句话说，当时选他的人可能都出来了，哦，是绝大多数都出来了，哦，但是还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罢议员的也是一样，要同意要超过25%，那20%是14302票。他现在18800票，所以差了大概2000多票哦，所以没办法，就罢不掉了啊、哦。那所以中选会说同意未达1/4的门槛，所以不通过了啊、哦。那当选他当时当选多少票呢？当选说是5000票哦，当选5000票哦，5028。那现在罢他的到了12160票，所以比这个568去多很多了，但是没有用啊，因为选票规定25%，他不到25%哈。那另外呢，许淑华说选罢法对议员这个要求比较高，对立委又太低了哈。好吧，这个永明兄，来你们这个政治学家，这个制度上当然你看得很谬误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的立委是单一选区嘛，那议员是中选区嘛，所以你就会复数选区，复数选区，所以你出现这种情况，那大家现在知道，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国会议员不可以罢免，我再去查了一下，德国也不可以，法国也不可以，加拿大也不可以，韩国呢？韩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他必须要过半以上才能把他罢免，所以没有真的出现过。那国会议员本来就是属于不同政党，而政党就会在政策、法案、预算本来就不同意见，因为你不同意见把人家集体的罢免，跟我这代际。现在呢，所以你就怎么去投这个票？那刚才那个赖清德也是一样啊，他就真的是跟他的幕僚喜欢斗嘴，所以全文登出，做比对。问题是你斗完嘴之后，你有没有去帮人家灾民解决问题？这才是重点啊！媒体都没有报道，所以现在这个罢免了，刚才赵大哥讲的对，你出来投票赞成罢免人，你凭什么？你认为台湾的民主要被你这样破坏吗？所以看我们这节目的支持泛蓝的，一定要出来投票。那个龙介兄，你看我要把你叫成清德了，这跟赖清德关系很好。来，刚刚永明兄讲到说那个对话出来，其实他讲到赖清德的内心呢，他下水下清楚，他不认错的，不道歉的。伊讲我那是无唔对的，我要背家己背。但是伊唔知影讲，这种天气为什么那个屋顶没有人去修复？因为台风过后有2-3天都下雨，没有一个铁工愿意在那个时候上去帮你修理了。每个老板怎么会要他的员工那个时候上去？所有的意外都是老板要承担的，所以要到太阳一开以后，才会有人去复工。再来落果也不会有人去捡，为什么？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还会再掉一次，就是风没有吹掉的这一些，它太阳一开出来还会再掉一次，但掉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文旦跟艾文又不一样，山上的艾文因为它已经饱汁了、满汁了、成熟了，所以一扣起来这酸芽瓜。文旦是刚刚开始要结水，就是说它大概等到所有的公肥料到这边就极致的单修行啊，就等这1个月，哇，风来吹掉下来了，所以它是1年损失最严重，是这个，所以他到去现场去看灾，一讲啊，你有通手机有通不通？其实我到顶山的时候，现场有2部行动基地台。迄国文去调的，所以大概他不知道说这个行动基地台是有效的，可以协助灾民。你看没有电没有水，他们过的是什么？然后不是水管没有水是自来水厂有水，但是因为我们南部我们用水都是抽水马达把它抽到楼上的水塔，那台风来断电以后，大概用了2天，水没了。他没有办法再抽水上去，所以变没水。没水是比没电较艰苦啊。没水就袂当煮食啊，袂当洗灯啊。所以整个下来他如果看灾，刚刚赵大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既然已经发动大罢免，如果你真的是整个设想就是要完成大罢免，第一个你的实讲就不应该置入大罢免，那你的高度会上来。真的能谈出你是为了国家要来团结。第二个看灾的时候，我是3军指挥官，我现在在汉关演习这边，我直接下达科目，变更科目，然后状况1我下了，就是台风来，南部几个县市几个区有灾情，要求指挥官变更科目，改变演习科目。我跟你讲，如果在现场透过媒体这样一出去，它的高度又不一样，那部队最后一定会到各区去做救灾嘛。88风灾的时候，不是都是陆战队出来清的吗？军爱民，民俊金啊，怎么会国军不能到这个灾民的屋内去帮忙呢？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既然他们要动大罢免，现在是2边在攻防。就像你到台中，你知道我没有去，我在接多少电话？啊，恁一个办啥啦？台中拢客满啦，你敢知影？啊，你无你外口紧嘞，恁外口来用一个电视墙啦，我拢伫外口呢。我被那电视墙，然后那个电视墙都要提前2天1天
去挂的，那当然不知道大家这么热情哦，所以整个现在就变成这个罢免是两造之间已经进入到热战了。那最后这12天其实很关键的，很多人民调坦白讲，巧心今天会变这样，是因为很多的仇恨值是民进党加注在他身上。你知道我在南部啊，你敢知影偌济人甲我讲，梁家啊，你进去救徐巧芯啦，他是打到让南部那些乡亲就觉得说，怎么会打到这样？那他一定很危险。那你要进去帮忙，你可以给他帮忙啊。他是很危险啦，他是很危险。所以说，你看那个绿台，就每天赵三昌骂他。这个就是透过网络、透过电视媒体，整个铺天盖地的加注在他们这几个特定的人的身上，就增加他们的仇恨值。然后相对的，但是也另外有一个反作用力嘛，就是蓝营的人也会被他们这样的仇恨动员呢，一样也会动员到蓝营这边，会出来挺身而出。所以现在要怎么让大家挺身而出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很多人讲，我几乎每天下乡了。他说发1万块完，伊讲，谢委员，你不要再讲发钱给我哦。这阮的钱呢，那是你花的，你对你的落地啊拎出来的，就是你花钱啊，这是我们的钱呢，是你还钱，超征税，你还给我们呢，还钱于民对了，那是你花钱给我们是安尼呢，对了，所以因足清楚的，你有没有效？我讲1万块够好，有啊，太无效，但是因若去用扒去，民进党都无伊安尼，这个有效。不是刚才这部警消的加薪嘛不，所以我昨天晚上到小牛那边，昨天晚上在桃园旁边都有警察，晚上就牛许婷们在维持车，我就跟那个警察讲，我说他们被罢掉厉害把伯啊，真的你就没有啦，对不对？军人的加薪也没有啦，5天假也没有了，拢中没去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众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今天上午10点半到新竹市去考察棒球场。黄国昌就说12亿呢，盖一个烂尾楼，你看现在变这样。原来其实最早预算没变那么多，但是呢，因为反正就给钱啦，前瞻就给钱了，8800也给啊，那土还可以挖去卖，又把废弃物回填回来，还在赚，所以呢，他就骂说厂商不舍。行径非常恶劣啊！怎么可以在这里面挖出这么一大堆东西来？也很危险的。那个选手的时候，对不对？你如果掩埋浅的时候，到时候土一翻出来会受伤，就滑垒的时候那很危险。那时候就是先受伤，或是不这个要接那个高飞球的时候蛮危险的哈。那好吧，那这个他们今天去考察新竹球场了哈，主要呢这个新竹双霸的发言人说，我们一直在监督啊。一直在你们怎么一直监督前朝呢？时空错了，那监督要有结果，监督到底有没有结果呢？所以就轰监察院说你装聋作哑，检调也是对绿营就膝盖软，对蓝营就是轻案大办，白营轻案大办，重办，那对绿营呢重案轻办，所以呢，联合报今天也有批评了，叫司法乱象，司法天平倾斜了，而且呢，司法斗争呢半蓝不半绿，大罢免变成大搜索。大搜索、大羁押，不只是大搜索我们其他国家看遇到这种情况也有，基本上在选举期间都低调，选后办嘛低调。你现在在选前这样大张旗鼓，有没有寒蝉效应？当然有寒蝉效应嘛，当然有嘛。就士林北投，后来2阶联署都够了，领衔人躲起来了，领衔人到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不敢送嘛，怕被报复嘛，一定有被威胁嘛，然后呢，这个。核三公投跟罢免，现在导致国政空转，所以黄国昌是要靠人民来打醒民进党那现在呢，因为大罢免这个声势浩大，而且他们资源真的很多他们跟我讲，比如像蓝营如果派人去攻读生，都是按时薪在发日薪，他们很多是说罢团就月薪在聘人的，那些很稳定，过程就是在街头上摇旗呐喊学校附近摇旗呐喊那其实很不应该到学校附近，但是法律我也问了台北市议员，他们的法律没规定不行，只是观感很不好，就在人行道怎么举牌
那另外呢，这个蓝白现在说整军力抗了。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就希望一党独大嘛，一党独大就可以干什么都可以。第一个，这是我们人民纳税钱追加的12亿，用前瞻预算的。第二个，国手在那边打个球，手都受伤了，到现在不止真相没有查出来，就摆在那边12亿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还会继续再去追了哈。那另外我们来谈，这是整体的，因为老讲新竹非常有代表性。新竹因为高虹安被罢免嘛，那还有国民党郑权，我们联合一起来造势。我认为这个地方只要蓝白合在一起，然后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众也会出来力抗这个大恶霸哈。新竹应该是高虹安跟郑权应该是保得住的。那另外讲一下，我刚讲徐小新真的是危险了。我礼拜三我陪他去扫街。那事实上来讲，志强也算是危险，也是危险的。我上个礼拜我跟志强去帮那个都危险，都危险。投票率低的话，就都危险。对，我上礼拜我跟志强去帮小年嘛，哈，刘许婷。那天我们演讲到一半，结果志强我提到那个上次那个基隆那个，就是很多人以为说不出来投票就是支持嘛。那一天小牛就讲，小牛跟志强都说，他们去握手去拜托说，那天一定要出来投票。他们的支持群众都讲什么？放心啦，对，我们是支持你，我们不会投。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哦。我是记得这段时间哈，大家看到已经办了非常多的活动，而且从民调看出来没有错。我觉得现在反对恶霸的人是比较多数的，可是决战在投票率，现在很多人还不晓得有罢免这个事，或者不晓得要出来投票，这个要再加温啊。可是我觉得最近有2大变数非常重要。这段时间我去演讲，大概将近20场，我发现有2个最近是很热的，一个就刚刚讲的，民进党这边赖清德救灾不利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1万块这个事情了。南部老实讲，这边到情况就严重。我们刚有冤枉，刚嘉瑜一直在帮他辩解。我们有冤枉赖清德吗？长辈跟他讲说我们没办法爬上去，他是怎么回答的？还是要爬啊？你晓不晓得那个是多危险的一个地方？最近这几天，最近这1个礼拜，我在嘉义那边，我嘉义义竹跟东石跟布袋，我一直在做什么事情？送那个帆布去。为什么送帆布？因为那整个屋顶全部都被翻起来了。帆布的。就用帆布先去遮一下，因为还在下雨啊，大概已经送了300件过去了，就是很多房子只能先用那个帆布先遮起来。然后可是你看第二刚刚讲的，国军那个有冤枉赖清德吗？国军本来就应该去救灾嘛，结果人家跟他讲说，还是你们自己的支持群众跟他讲的，赖清德讲说不行啊，你们还要自己要自救，自己的社区要自救，这是多冷血。刚刚凤馨说无能，赖清德无能无知。无心没有良心，这更严重了。你有没有去体会这段时间台南跟嘉义是多严重的状况？我跟大家讲一下，点灰条啊，全台湾哦，全台湾特别是南部的2500只，它那个不是只有倒下去，很多都已经折断了。嘉义占了1600然后现在民众一方面抗议，民众在抗议这个事情，抗议什么？第一个不只是总统不好好去那边去了解这个事情，他只去了2趟，对不对？中代去也很少去。经济部长，你管这个台电的，对不对？农业部长，这是农损有多严重？刚才讲什么文旦，现在这次的整个农业，嘉义跟台南那个是多惨。像我礼拜我都特别去看那个地方，那个余温旁边的电线杆是燃料都断掉的，整片30-40根的那个电线杆都躺在那边。那余温没有水啊，你到了2天大概就死掉，鱼就死掉了。我去的时候第5天了，鱼都还在那边，都死掉都没办法处理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人民怨会那么深？第一个，你总统应该下去，你行政院长应该下去，经济部长下去，农业部长、内政部长，甚至环境部长应该下去的。结果你人到底有几天在那边？是刚刚讲的，你如果现在你现在在演习，对不对？改变一个项目嘛，我觉得今天去都还来得及。我跟你讲，现在大家不要以为已经第8天了。还有很多停电哦，嘉义到现在有2000多户电，台电是很辛苦，没进到第8天还有2000户还没有好啊。第二个更严重，我跟你讲，那个家现在都还在下雨，那个风雨那么大的时候，里面家里都是湿的。台电现在怎么跟我讲？他们现在怎么敢去修？有些家里面现在变成说台电去不是说把电线杆弄好，电线拉好呢，还到你家里面去当水电工帮你，要不然的话你会触电呢。然后那个农地，我刚刚讲到那个农地是要怎么样？农地那个补助，第一个农业部真的很过分。你说像现在很多那个农民，例如说那个温树栽种，1分地那个整个开始建制那个费用就90万，对不对？他说只要补助1/10，他们很多人都是贷款，一辈子的那个钱都放在那边了，你给那么低的一个补助款，然后他现在满地的那个要整理也没有人，以前国军也可以帮忙，你们都不下去，所以人民的抗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抗议说你本来高官要在的，只有你高官不在，你只有这个是一个点啊。第二，你又要该补助的东西又没有，该去清理也不清理
啊，弄到现在台南很多地方跟嘉义都还在，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这2天我们变成什么？我们的小草自己跑出来清理，你赖清德不做，我们小草来做。你那什么青鸟现在还在绕境，你要搞大罢免，我们这个小草，我们去帮人民清理这个家庭。没有，我补一下哦，齐凯讲的这些的现象，这些惨状，赖清德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北部知道的不是太多，这一次的大罢免主要就是靠仇恨值动员。有一位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啊，他们就是说我要仇恨几个人，可是呢，蓝军要出来一定要仇恨对象是谁，找不到对象，现在对象出来了，就是赖清德。要把赖清德刚才这个我们齐凯秀讲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让我们的蓝军支持者知道，他才有动力，更有动力出来投票，否则的话，民调接的很容易讲，哎呀，反对大罢免，但是真的那天出来动力不够，因为没有仇恨值。除了抱歉，我补一句话非常重要哈，像绿媒这次民众很抗议的，就是明天这么深，就是因为绿媒把所有的南部的灾情把它盖住了。我从上个礼拜4开始跟礼拜5做2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去拍一些影片。你说嘉义跟台南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电线杆那个整个下去，那个整个地方房子都掀起来，他们都不报啊，绿人媒体都不报啊。他们有人去统计说，一天某个电视台绿人媒体报了278则这个新闻，灾情只有3则，他们就把那个真相把它盖起来嘛。这个事情要做。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提案了，我上个礼拜5就代表民众党提案，就是说要求要赶快大官要下去，要救急。他们民进党还挡明天我会继续提案，看民进党有没有继续挡。不，你这些绿媒这样子不公我认为也会有现世报。你看好了，你媒体是要公平嘛，灾情都能不报道。现在是中天跟 TBS 报啊。现在不只是那个嘉义台南，我那天到云林去张立善县长跟这个张委员也在抱怨，就是说张家俊就是说应该是全品项来补助，还要去勘察。对，台南高雄可以全品项，云林居然还不给他们全品项。对，就是你这个还有还有分蓝绿，多么可恶没错。而且我不解，本来这个赖清德要去高雄演讲，记得吗？狮子会谈外交，第五讲，然后就说还有救灾，因为灾情所以不去啊。然后接着上个礼拜6要去台中，也要讲什么两岸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又说因为要灾情，那台中市商会办的也不去啊。那照理讲他应该每天在灾区才对啊，那怎么回事呢？那他这时间在干什么？我不懂啊。所以人民现在很生气啊，然后要跟你要求国监去你也不要，然后要叫你自己去爬楼梯。另外我看爬屋顶，这龙介就他很喜欢辩论，喜欢跟他吵是吧？只要有反应，他就要跟他讲啊，就跟他当吹狗，一定要辩赢才可以这样啊。但是他又没懂那么多，又喜欢辩争拢争没赢，是不是争啥？你跟灾民一争，我跟你讲，你就整个失去了那个高度了嘛。灾民是受害者，你跟他争什么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现在普发现金1万，立法院通过，行政院打算不编预算，要用释宪来解套。行政院现在蛮低调的，还不好出来反对，低调，看你们726罢免情况怎样。要罢掉你们的话，然后呢，这个侯友宜说现在用程序卡关，但是照顾人民不是政府该做的事吗？黄国昌说你总统才是太上皇权力分立忘了，立法院本来就可以啊，对吧？而且以前也不是没发过啊，对不对？民进党自己也搞过什么3倍券、5倍券啊，也发6000块也发过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呢，这个说要释宪，蒋万安说不要一意孤行，站在民意的对立面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台湾在笑声中就被拍卖了因为呢发1万就被拍卖掉了那个新闻部那个新闻是说呢，普发1万元是现在在以拖待变。所以呢，总统府跟行政院都战略性沉默，现在不讲也不讲，就看你们罢免结果怎样那另外呢，国民党跟民进党就说是什么乱讲，什么再留子孙，你们被超增了5000多亿啊那拨补台电反而肥了绿油油，你就想给台电钱，然后你的能源政策也不改然后搞绿电光电拼命赚钱好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免投票前，立院3读通过普发现金1万元，行政院第一时间没有表态申请释宪，传出政院担心如果提释宪，恐怕会被蓝营操作。要是大罢免成功，全民会拿不到1万元。最有可能方案是比照去年通过的原民进法补偿条例，直接不编预算，也不送预算追加案。如此一来，1万块恐怕领不到。民进党可以带头不遵守吗？现在卓荣泰是把自己当过太上皇吗？连蔡秋明都讲得那么清楚了，国会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权利。那预算权属于行政院的权利，那立法委员只是在审预算审法案，那这是属于权力分立原则。当时行政院没有编足进法补偿预算，就被蓝营批评带头违法。如今柯总召这番话，似乎又在暗示是反制做法。好，当时呢年初总预算的时候呢，体育署经费呢绿营侧翼呢说呢出国预算被删了11亿，说选手都不能出国了。当时蓝白就说没有，只删了1.62亿哦。后来那个绿营改口说删1.62亿，但是说会影响体育署的出国行程。那现在呢被这个抓包，说体育署长本来要到北极，不太懂到北极考察什么东西啊？到北极要看企鹅嘛，然后呢说。这个署长6、7月连续出国4个国家，哦，6、7月到日本、帛琉、德国，还到北极，哦，消息传出来后，他说我现在不去北极了，哦，那这个很奇怪，不说体育署这个侧翼都说删光光了，怎么有这个钱呢？不是很奇怪吗？来，施宝兄，这个署长可恶的地方在哪里？他是要去考察的国家，他去2次，第一个叫预访。先看一下 ，take a look， 预访先去1次，然后再去1次，正式的时候再去1次，他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看到2个月考察4个国家，花了200多万，平均1个月就20万。那你就可以想啊，一个署长就这样子，就这样搞，就可以这样子搞，这个老百姓没有办法接受的啦，200多万。那所以说我们砍他预算，结果你发现这个署长这么肥啊。对不对？还可以去那里啊？到底我今天就公开呼吁，我说他一定要交代，他到底去哪些地方，然后呢，他的行程是什么？他拜访哪些人？北极啊，我在想，现在又不是冬天，也不需要看，也这个不需要看极光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那东西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它只是凸显了一件事情，没有删出国预算，然后导致他们无法出国考察这件事情，只有删的不够的问题。但是这上山都被骂死了啊。可是当然这就是谣言的问题。但我觉得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现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你要知道，他现在不赶快出国的话，他到年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预算消费的目标，你知道吗？你们不达80%，也要是被检讨的啊。他如果现在不赶快的消费的话，不赶快的消化预算的话，他年底会花不完。不达不到80%要检讨是我定的。对，我在立法院要求，因为那时候他都乱编预算嘛。然后乱编最后剩一堆钱啊，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要你编预算的时候就要审慎编预算嘛，不要乱编嘛。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每一年的那个财季剩余哦是3000多亿，所以那时候是很严重，就是你钱编了，结果花不完的问题很严重。现在立法院认真删还不行，对不对？来，嘉宇。立法委员监督行政机关合理的删减预算，本来就是非常符合职权的。问题就是当初立法院是统删，所以现在讲出国预算，你统删你到底删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啊。那现在另外一个普发现金的疑虑就是说，宪法70条是规定说，立法院不能为增加预算之提议。你不仅不删预算，你还要叫行政机关发现金大傻逼，那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如果今天是发1万，以后发10万，那行政机关要不要发？来，这个我跟你讲，今天大法官的我们柯志恩委员就提了，柯建铭就提了立法委员提案增加预算，怎么没有呢？有了，以前经常立法委员一天到晚，老龙今天就这样增加的，当然可以嘛。第一个老人今天第一个谁提出来的？许信良提出来的3000块。老年人的津贴，你们误会宪法，宪法立法院不可以增加预算是决议，是说，比如立法院今天行政院编来说这个地方给1亿，立法院说1亿不够给2亿，这个不可以。
法律案当然是可以的嘛，来志祥。就是啊，我不知道体育署去北极是考察北极熊奥运会嘛，到底跟他业务有什么关系了哈？但是这种情形啊，民进党比比皆是。大家记得监察院哈说要到日本去北海道考察黑熊，问题北海道是棕熊栖息地啊，他可以写报告说他预算编要去北海道考察黑熊。考察黑熊就离谱了，而且还到棕熊栖息地考察更离谱。我先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育署的这个出国预算今年变多少钱？70.8万块钱，他们竟然说被删了11亿，怎么后来一丢？它是1万倍。